這節課咱們來說一下如何用 PS 液化精修側臉人像，把它修瘦，得到一条清晰的下頜线。一樣的，先講思路，再講操作。首先，咱们需要做的是基礎修饰，就是把皮膚表面的這種斑點、痘坑、痘印、緊紋、身上的這些瑕疵都給它修掉。那修掉之後，需要去人為的繪製這條下頜線，最後給它液化推瘦。為了保護原圖不被破壞，咱們選中背景對應的圖層 ，Ctrl 加 J 複製一個層。我們在複製的圖層上進行基礎修飾，然後左側工具欄的位置，咱們先找到縮放工具，鼠標左鍵摁住不鬆手，拖動你的光標就可以放大縮小這個畫布了。那摁住空格鍵不鬆手，可以拖動它。咱們把這個瑕疵完全暴露在你的视图中央。然後左側工具欄的位置，咱們找到修補工具，它的快捷键是 J。修補工具的使用原理是圈起来丢掉。如果你不想要这個瑕疵，那鼠標左鍵摁住不鬆手，拖動你的光標，把這個瑕疵圈起來，然後鼠標的光標停留在它的內部拖動。那拖到哪裡，可以把這個瑕疵丟到哪裡，然後去複製該位置的皮膚紋理，替換這塊瑕疵的內容。咱們把它拖動到好的皮膚上，在空白處單擊取消選擇，那這個瑕疵就被修掉了。修緊紋的時候，咱們得要用修補工具沿着這個紋細的給它圈起來，然後拖到平行的位置，再單擊取消選擇。其他地方也是一個道理，咱們快速演示一下。基礎修飾完畢，接下來我們需要繪製這根下頜線。咱們先找一些參考圖，看一下側臉人像下頜線清晰的時候是個什麼樣子的。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根線非常明確，那這根線的話，它不生硬，是有一個厚度的，所以咱們需要把這個厚度畫出來，不能特別生硬。再有脖子和下巴銜接的這個位置的話，也是處理的非常分明，那麼下頜骨也會對脖子有一個投影。根據剛才的分析，那我們就需要重塑這一塊的光影。當然在畫的時候，如果你希望你繪製的更加流暢，這個造型更加準確，咱們可以使用鋼筆先把這個下頜線畫出來，再給它繪製。畫的時候，左側工具欄的位置我找到鋼筆工具，然後屬性欄要在路徑的狀態下，布爾運算這個位置咱們選擇的是排除重疊形狀。我先在耳朵跟脖子銜接的這個位置加第一個點，然後再在下頜角的這個位置加個點，鼠標左鍵摁住不鬆手拖動。那麼在嘴角下來的這個位置再加個點，拖動你的光標。咱們把這個脖子下巴的這塊區域要精準的給它選出來。大家注意首尾相連，就是從哪兒開始要從哪兒結束。接下來我要調整一下這根線條，讓它更加準確流暢。調整的時候，咱們可以找到這個直接選擇工具，它的快捷鍵是 A， 鼠標右鍵能夠展開這個抽屉。首先我們需要在空白處單擊取消所有的選擇，再單獨選中其中的一個點去拖動調整。好，調好之後，咱們再回到鋼筆的狀態下，然後在屬性欄的位置，這裡有個建立，咱們給它建立選區。為了讓選區的邊緣更加流暢自然，這裡我把羽化半徑設置為5，此時單擊確定。接下來我們需要做一個下頜骨對脖子的投影，所以需要加重這塊區域。那麼加重的時候，咱們單擊圖層面板下倒數第二個小圖標，新建一個空白圖層。我們在新建的空白图層上進行阴影的繪製。那畫的時候，将圖層的混合模式改一下，由正常改為柔光。因為在柔光的模式下，我使用畫筆，塗黑色就是加重，涂白色就是提亮。那涂抹的时候，當然用的是畫筆工具，它的快捷鍵是 B。然後前景色與背景色默認為黑白，它的快捷鍵是 D。如果是互換的話，就是 X。我們先把前景色設置成黑色，當然畫筆的力度不宜太大。這裡我把不透明度設置為10%。為了在繪製的時候，這個選區不干擾你的操作，你可以先 Ctrl 加 H， 暫時隱藏選區。咱們就可以在下頜角的這個位置使勁塗一下，然後前面的位置的話清掃就可以了。我們可以看到下頜線是清晰了，但是下巴沒有厚度，顯得特別假。我們需要去壓按一下銜接的這塊區域。那再次 Ctrl 加 H 把剛才的選區顯示出來，然後 Ctrl 加 D 取消選擇。緊接着咱們要壓按銜接的這個位置，讓它有一個厚度。那同樣壓按的時候還是用畫筆。畫筆的大小可以通過字母键 P 鍵右側的左右括號調整，適當把畫筆調小一點點。然後咱們在銜接的這個位置的話，也給它塗一下。如果你不希望這裡死黑，那你就把它的不透明度適當降低，這樣的話它就不會特別黑了。接下來咱們就是解決這一坨肉肉的問題。我們選中最頂層蓋印可見圖層，它的快捷鍵是 Ctrl+Alt+Shift， 同時摁下加 E。那我們在蓋印的这個層上把這坨肉肉給它收進去。收的時候需要先把這一部分選出來，然後用背景替換它。那同樣選擇的時候，我們還是用鋼筆，我們在下巴的這個位置加一個點，然後在脖子消失的這個位置加一個點。如果你要拐彎，你就摁着 Alt 鍵不鬆手，單擊這個锚點，打斷槓桿的腿就可以拐彎了。那麼在脖子銜接的這個位置再加一個點，同樣注意首尾相連。還是在屬性欄的位置給它路徑建立選區，為了讓選區的邊緣更加自然，我這裡還是設置羽化半徑為5。好，咱們選中剛才蓋印的這個圖層，Ctrl 加 J 給它複製2個層。咱們把其他的眼睛關閉，你就可以看到這一部分
面被複製出來了。我現在希望的是上面的這一坨肉肉不管怎麼動，那它始終都是在这個輪廓範圍之內改變的，所以咱們就可以把第一次複製的這個圖層作為容器，按着 Alt 鍵不鬆手，在2個層中間線的位置單擊，向下創建剪貼蒙版，這樣這坨肉肉就裝進去了。那麼接下來就是把這坨肉肉收上去。好，咱們是從編輯菜單欄下找到自由變换这個菜单命令，然後鼠標右鍵我們找到變形，鼠標的光標停留在內部去拖動它，這樣這坨肉肉就能很絲滑的收進去了。好，調好之後回車鍵確定。好，咱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坨肉肉就收進去了。接下來我要做的是給它整體修瘦一下，去液化一下這個造型。選中最頂層，按着 Shift 不鬆手，將這幾個層都選中，咱們 Ctrl 加 E。給它合併圖層，我們在合併的圖層上進行液化的修飾，然後從濾鏡菜單欄下找到液化這個菜單命令，左側是調整的工具，我們找到的是第一個向前變形工具，它的光標同樣可以通過左右括號調整，咱們適當把光標調大一點點，用大的光標整體去推動這個人物，讓它變瘦。好，現在調整人臉，那這個下巴的話有一點點肥大，下庭有點長，咱們適當的往裡給它收一下，把这個下巴調的薄一些。調好之後回车鍵確定。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調整之前與調整之後，以上就是側臉人像的液化修瘦方法，你學會了嗎？